Hello， 大家好，這一期我們聊月球。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我們從小就知道地球有一顆月亮，它每天陪伴着我們，熟悉到我們幾乎忘記了它的存在。可是如果你站在更遠一點的角度看我們整個太陽系，你就會發現月球其實很奇怪，它和其他行星的衛星相比，體積過於龐大。對於地球來說呢，它又十分的重要。它不只是掛在空中留給我們欣賞的夜燈，它牽動海洋潮汐，穩定地球運轉，改變一天的長度，還讓地球擁有相对穩定的季節。科學家說過，就是因為月球的引力，讓地球的自轉軸不至於過度的摇擺，並且它在海洋的潮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月球不只是地球旁邊的一個裝飾品，它更像是一個長期參與地球命運的東西。科學家就曾經進行過一種推演，如果月球比現在大一點或者小一點，近一點或者遠一點，地球上可能都不會出現生命。更奇怪的是呢，這個天體還偏偏把一面永遠的朝向了地球，把另一面藏了起来。甚至到了2026年的現在，各个大國又開始掀起了一波爭先恐後的登月熱潮。這背後究竟隱藏着什麼秘密？這和月球地下的研究又有什麼聯繫？今天我們要聊的話題就是2026年月球上發生了什麼。大家好，我是李洛克，這裡是小李碎碎念。我的每期影片都準備了很久的時間，真心希望你能夠多停留一會兒。感興趣的話，幫我點讚訂閱這個小頻道。那我們繼續今天的故事。那我們先說月球的尺寸為什麼不合理？太陽系裡有很多的衛星，木星有，土星有，天王星、海王星也有，但地球的月亮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它相對於地球來說呢，太大了。NASA 的數據裡面，月球的直徑大約是地球的3.7%，平均的距離有384400公里。你聽起來可能覺得3.7%可能沒有多大，但是相對於地球的比例，對於一顆岩石的小行星來說，這已經非常的誇張了。比如說木星最大的木衛3已經是太陽系裡最大的衛星了，甚至比水星還大。可是它和木星一比呢，直徑大概只有木星的1/26左右。土星最大的衛星是土衛6，直徑大概也是土星的20多分之一。天王星最大的衛星是天衛3，和天王星相比更小。海王星最大的衛星是海衛1，比例也遠遠比不上地球和月亮。所以就產生了一種很奇怪的說法，說地月系統不像是行星和衛星的關係，它更像是一組不對等的雙星系統，一個大一個小，彼此牽扯，互相影響。月球的引力在拉地球的海洋，地球的引力也在拉扯月球的身體。科學家說，地球和月亮之間的引力會讓兩者都發生輕微的形變。地球引力會造成月球的潮汐變形，大約是10到15厘米左右。也就是說，這個月球的整體已經被地球的引力拉扯的變形了。而其他行星上的衛星，這種相互拉扯的效果呢，卻是微乎其微，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地球和月球的這種相互拉扯不能太強，也不能太弱，必須是剛剛好。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就會產生很大的問題。那麼問題就來了，為什麼這個剛剛好的衛星會出現在孕育出生命的地球旁邊呢？另外還有一個很奇怪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太陽比月亮要大得多，而且太陽比月球還遠得多。結果從地球上看，太陽和月亮的視覺感受幾乎是同樣大小。NASA 在解釋日食這個現象的時候，就用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詞，這是一個方便的巧合。太陽直徑大約是月球的400倍，而太陽到地球的距離也大約是月球距離的400倍，所以它們在天空中看起來大小相近，這就導致了一個非常美也非常詭異的現象，就是日全食。月球剛好能夠遮住太陽的圓盤，卻又剛好能夠露出太陽外層的日冕。那你說這真的就是一個巧合嗎？當然可以是，因為宇宙到處都充滿了巧合，但問題就是這個巧合讓地球這個觀察位置被安排在了一個非常精妙的幾何點上。這個精妙的點呢，恰巧就能夠加速人類對宇宙引力理論的推演過程和科研的速度。那這一切真的只是隨機出現的嗎？那再往下看，就到了一個網上流傳最經典的陰謀論，月球似乎永遠只用同一面對着我們，就像一顆巨大的眼睛。那這並不是因為月球它自己不自轉啊，科學界的解釋呢，是因為月球自轉一圈的時間剛好就等於繞地球公轉一圈的時間，所以我們只能一直看到它的同一面。這種現象叫做潮汐鎖定。潮汐鎖定在宇宙中其實也並不罕見，很多大衛星也都有這樣的現象。所以說在科學上講，這個現象是可以自洽的。
但是它真的只有這麼簡單嗎？其實在月球的表面還有一套非常古老的配重系統。研究就發現月球的重心位置並不完全在幾何的中心。上面我們說地球的引力能夠造成月球的潮汐形变，只有大約10到15厘米左右，而月球的重心卻向地球方向偏移了幾公里遠。也就是說，它外表是一個完整的球體，而造成它的重心并不在球体的几何中心位置的原因，是因为它可能并不是一個完全的實心球體。在這個死寂的衛星上，幾乎不會有任何的地質變化。那造成這種地心的空洞到底是什麼原因？科學家經過推演就說，月球可能曾經有過很頻繁的地質活動。人類最近對它的觀測中就發現，它並不是一塊普通的石頭，雖然沒有空氣、沒有水、也沒有生命，可研究者就發現它的表面偶爾會出現一些瞬間的閃光，地表上還有一些白色的漩渦痕跡，在南極的陰影區裡甚至可能有永遠照不到太陽的冰層，而且在地下可能還有熔岩洞穴，也就是說它很早以前可能是一個熔岩的世界。就算到了現在，偶爾還會發生月震，就像我們地球的地震一樣。那科學界目前最主流的推測說，月球曾經起源於一次大撞擊。簡單的說，就是早期的地球可能被一顆類似於火星大小的天體撞擊過，很多碎片被拋到了太空，最後穩定下來，聚集形成了月球。 NASA 的月球形成研究資料裡面就說，阿波羅曾經帶回的月岩樣本中顯示，月球曾經是熔岩狀態，並且化學成分幾乎和地球完全吻合。這套解釋雖然很有說服力，但是卻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如果這個撞擊的力量和角度發生了輕微的改變，都會造成地球上可能永遠都不會誕生生命。這個撞擊的速度必須是地球的逃逸速度，大約是11公里每秒左右。撞擊的角度呢，必須是接近45度。如果太正面的話，兩顆星球迎面相撞，可能大部分的物質直接就混進了地球，未必能夠甩出足夠多的碎片形成月球。如果太過擦邊的話，物質都會被拋到逃逸的軌道上；如果太慢的話，就會直接被地球吞掉。那如果太快的話，兩顆行星都會被炸碎，飛散的碎片可能在地球的周圍形成一個星環。所以說，這個月球它到底是災難的殘骸，還是說這個災難本身就是被安排好的，目的就是為了給地球安排一個完美的平衡裝置？那別說我們，就連科學家都會對月球的形成產生一個疑問。先說主流的觀點，月球是自然形成的，它的證據很扎實。第一呢，月岩和地球岩石有很強的同源性。第二，月球早期的熔岩狀態符合最大撞擊後的環境。第三，潮汐鎖定，月球逐漸的遠離地球，地月引力交換都可以用物理規律來解釋。第四，月球有地壳、地幔、地核，不像是一個人造的空殼。所以從科學證據的角度來看的話，自然形成呢是壓倒性的主流答案。但是為什麼月球是被制造出來的這種想法總是反覆的出現？那就是因為月球帶來的巧合實在是太多了，它不像是一顆普通的衛星，而更像是一個被放在地球旁邊的調節裝置。因為它可以調節潮汐，調節自身和地球的自轉，調節氣候穩定，調節夜晚光照，甚至在文明出現之後，成為人類觀測宇宙、計算時間、發展文明和科學的第一個天體參照物。那這些巧合當然不是能夠證明什麼的證據，但是它是一種非常有吸引力的猜想。就像我們之前說過的，如果讓一隻猩猩隨機性的敲擊電腦的鍵盤，它能夠寫出莎士比亞全集的概率，在宇宙的宏觀尺度來說的話，的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裡面就有一個問題，隨機產生的東西一般都符合熵增定律，都會從有序走向無序，但是寫作的行為卻是極度的熵減，而且每一個字母之後的下一個字母都會增加指數級別的隨機量，甚至連我們已知的可觀測宇宙，它的尺度都容納不下這種隨機概率的體量，而且熵減現象本身幾乎完全出現在生命活動之中。所以說，人類最怕的不是月球毫無意義，人類最怕的是有些東西看起來太過於完美，但是我們又找不到合理的解釋。馬斯克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們生活在真實或者是自然底層現實中的概率只有10億分之一。如果你想問月球是自然形成的概率是多少，智慧創造的概率又是多少，那從科学上講，我們不能隨便說有智慧創造，因為自然形成的說法有一條完整的證據鏈，智慧創造的假說目前沒有任何可驗證的證據，所以說它像是一個造物，更像是一個哲學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問題換一種思路，為什麼一個自然形成的天體會剛好對地球產生這麼多的關鍵性的影響？那這會不會是一個經不起推敲的偽命題？
不管怎樣，對於我們來說呢，月球一直都在做一些很奇怪的事。它能讓海洋每天呼吸，也能讓地球的自轉慢下來，能讓地球的傾斜不至於太過瘋狂，分出了4個傾斜的季節。它又幫地球分擔了太陽系早期的一些重大的撞擊。而巧合的就是，地球上之所以能夠產生生命，幾乎缺少不了上面任何一樣元素。地球一直被活躍的生機改變着樣貌，而月球上這些撞擊的痕跡卻幾十億年不會改變。所以今年隨着科技的進步，各個國家都爭先恐後的想再次登月。可能就是因為如此，月球上的陨石坑不僅記錄了月球的歷史，同樣也記錄了其他世界的歷史。因为月球上面沒有液態的水和風，它的存在更像是地球旁邊的一塊古老的硬盤。任何想造訪地球的智慧生命都可以隨時先登陸月球，提取這塊硬盤中的數據。就像我們參觀一個野生動物園的時候，都會先看一下前面的介紹面板。那近些年隨着科技的發展，網上流傳着很多觀測到月球上掠過不明飛行物的視頻，是不是也有可能就是外星遊客過來觀察地球的時候，提前瀏覽一下月球上面記載的地球簡史？因為它一直在地球的旁邊觀察並記錄着地球的歷史、海洋陸地生命、文明、戰爭和進步。最後我們分析一個有意思的說法，月球是不是空心的？雖然這個說法聽起來很誇張，它的物理特性證明月球有地壳、地幔、核心，不像是一個人造的空殼。可如果換一種思路呢？月球的下面會不會有很多的空腔結構，甚至有些地方像洞穴、像通道，或者是被封起來的地下空間？這就很有意思了。其實這不只是咱們的胡亂猜想，當年的阿波羅任務在月球上就放過月震儀，後來人們就發現啊，月球被撞擊之後震動會持續很久，所以民間就出現了一個很有名的說法，月球就像一口鐘，被敲一下之後會響很久。所以很多人就開始猜測，月球會不會不是一顆完全實心的球體，它裡面會不會有大量的空腔結構，甚至會不會有某種古老而複雜的人造結構。當然主流的科學不會這麼說，科學家更願意解釋為月球又冷又乾又硬，所以震動不容易被吸收，才會傳播很長時間。但是問題就是，就算月球整體不是空心的，也不能代表它地下完全沒有結構存在啊。這幾年月球洞穴、熔岩管道、地下通道的說法越來越多。那簡單講一下，研究者就推測，遠古的月球曾經有過岩漿活動。很早以前，岩漿在地下流動，隨着時間的推移呢，外表冷卻，裡面的岩漿流空了，可能就留下了長長的管道結構，看起來就像一根巨大的地下血管。月球的表面看起来只是一個深坑，但坑的下面可能接着一個更深的通道。那通道再往裡面會不會分叉？會不會有更大的空腔？現在還沒有人知道。更有意思的是，現在的測量結果就有人推測說，這些地下空間似乎還會發生變化。月球地下的結構回聲，每次探測出來的結果都會有些不同。近些年對月球的研究，人們就發現，這些照片上的深坑用熱成像看，它是一個溫度非常穩定的空間。雷達顯示下面會有一些結構的延伸，月震波傳過去呢，又像某些地方特別的空，特別能夠回響。而且每次月震波捕獲到的回聲還會有一些區別。那這是儀器測量的偏差，還是說這種地下的空間結構真的會發生移動？那上面我們一開始說的月球的潮汐鎖定真的是自然形成的嗎？還是說月球本身隨時都在對自己的姿態進行着微調呢？所以人們就有了一個更大膽的推測，月球的地下好像不是一個簡單的結構，它更像是一個多層空間。你用眼睛看只能看到地面的深色入口，在溫度上的表現是地下空间的環境不像外面那麼極端。用雷達探測呢，就會發現深坑下面可能還有路，或者說是通道。你用月震聽又感覺有些地方像是有更大空間的回響，而且可能有東西在動。於是這很難不被猜測，這些結構似乎是一個系統，而且可以抵禦外面惡劣的氣候。它是不是存在一套在遠古時期就被智慧生命扒出來的通道網絡？那這當然只是猜測，我們只能說它非常適合作為一種科學幻想的基礎。但是往往很多人類的發明發現的起点都是源於對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幻想。如果月球下面真的有這麼複雜的結構的話，那月球就不只是我們表面看起来的那麼簡單，在陰影下面的坑洞裡可能藏着更多的秘密，這就讓空心月球的假說變得沒有那麼簡單了。
所以我們再回到2026年，各個國家的探月計劃，也許大家的重點不僅僅是研究月球南极的水冰层、月球背面的永久陰影区，或者都想優先搶占月球的战略資源那麼簡單了。那所有可能的未知答案都有可能在今年揭曉。如果有新的任何发现，我也会做成新的影片和大家分享。对于月球的研究，你有什麼看法？歡迎在下面的留言區裡一起討論。那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內容，我是李洛克，這裡是小李碎碎念，感謝你能夠看到這裡，別忘了幫我點讚訂閱這個小頻道，或者是轉發給你認為感興趣的朋友。那我們下期再見。